这是你我熟知的地球，表面70%的海洋以及30%陆地，造就着美丽而生气蓬勃的蓝色星球。但您可能不知道，地球形成初期其实是这副模样。这是距今大约40亿年前的冥古宙时期的地球。这颗炽热的岩浆球在当时正遭受大量的彗星还有小行星不断的撞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生命要从无到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科学家就开始思考了：地球上生命组成的元素有没有可能从外太空而来？又是谁把生命的种子从外太空撒向地球？中央大学的光子作用与光谱分析实验室里，陈玉荣教授正试图在地球上创造一颗彗星。地表到太空距离足足有100公里，但就靠这台造价千万的星际光子作用系统，天涯之遥瞬间仅有咫尺之距。我们根据了天文学家的观测结果，那举例来说，像在这个6、7批的这个彗星上面，主要的成分有非常多，可是大致上主要是由水、一氧化碳还有所谓的氨所构成，把这些气体输送到我们的实验腔体里面。那因为里面的温度非常的低，所以它就会直接从气体变成是固体，连接在我们的实验的样品区。那这时候就是形成了一个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创造的彗星。他们将水、氨以及一氧化碳这些在67批上的主要元素送入真空腔体，借此模拟彗星表面的冰晶成分。这些气体在负260度的低温下，将凝华成固体，附着在溴化钾盐片上，形成一颗肉眼虽然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模拟彗星。涡轮帮浦全速点真空压力计，压力正常。那我们现在开始加热系统。由于彗星是冰块、尘埃与冰冻的气体组合而成，当它接近太阳时，冰冻物质开始升华，释放出的气体夹带着尘埃一起向外喷放，形成壮观的彗法彗尾。但科学家更想探究的是，太阳除了赐予彗星一条璀璨闪亮的尾巴，是否也在彗星上创造了孕育生命的奇迹？我们创造了出了一颗模拟的一个彗星，那经由了模拟的这个真空紫外光源来照射这个彗星，在我们太阳系里面接受了太阳的紫外光照射之后，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实验室里，不锈钢打造的真空腔体模拟了一个低温低压的太空环境。透明的溴化钾盐片上存在着一颗人工彗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实验中最关键的角色——太阳。2万伏特的高压电诱使氢气放电，产生紫外光源，借此模拟太阳紫外光。在经过12小时的照射下，实验室里这颗彗星即将产生惊人变化。将实验前后的溴化钾盐片两相对照，经过紫外光源照射后的模拟彗星，竟被一层白色的薄膜包覆。这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又有谁能协助他们找到答案？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是不存在上面的，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这一些的白色、褐色的薄膜到底是由什么东西形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样品取出之后呢，就把它寄到美国的 NASA。陈玉荣教授小心翼翼地取下这块存在着神秘物质的溴化钾盐片，层层密封，灌入惰性气体氩气保存，寄到美国航太总署进行成分分析。2个月后得到一个惊人回复。And so when we analyze the samples, we look for those molecules, and very often we see them. So
from very simple components we start with, we can make very complex molecules such as amino acids or nucleobases. 难道这意味着生命的基石氨基酸真的可以在条件严苛的太空环境中形成？实验结果让 NASA 的科学家精神为之一振。The fact that we find these molecules is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for several reasons. The first reason is because we can apparently make those molecules from simple ones without any biology process. Means those molecules were not made thanks to living beings' life. So it was made totally a way that is not biological. So that's one interesting thing. 无论人类、大型动物，一直到最渺小的微生物，都是由蛋白质构成，而氨基酸则是组成蛋白质的单位小分子。如果氨基酸得以在彗星上形成，那么这些在太空漫游的冰冻摇篮，有没有可能借由撞击，将生命的种子带到地球？师范大学地球科学系的管一正教授是全球第一位证实太空有氨基酸存在的天文学家。对他而言，与其搜寻外星生命，他选择寻找可能导致生命发生的起因。以前我们都想地球是得天独厚，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外面，其实就好像说，其实他们为什么不能形成生命？有啊，一样的啊，他们有条件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在想说，当数量够大的时候，总是有几个幸运的，就好像你买彩券，总有一两，每次总是有人中奖。2003年，管一正教授与研究团队发现银河系有氨基乙酸存在，这是20个蛋白氨基酸中分子量最小的一个，也是最接近生命相关的分子。但这些复杂的有机分子到底与生命的起源如何产生连结？氨基酸是生命构成的基石，发展成蛋白质，发展成细胞，都是我们现在对生命起源的了解。所以，如果看到有机物质，它离产生氨基酸也就不那么远了。就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地上看到那个一些足迹，然后我们就在猜测是不是有生物留下来的足迹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找这些有机分子，我们在想说，这些如果太空中有生命的话，那它们是不是就因为这些有机分子使得它们容易生成这样？换句话说，在宇宙间搜寻有机分子，就像试图寻找生命形成所留下的蛛丝马迹。生命的种子有可能搭着这班星际列车航向地球吗？生命科学家也许认为说，也许地球就自己可以自发性的产生生命，也是可以的。对，只是最主要是 time scale 的问题，就是地球自发性产生，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太空中来就让你就像 Lego 已经丢了很多积木了，一块块，你就这样进来就大自然把它拼起来就出来了。否则的话，你先地球要自己产生那些 Lego 的那个一个一个要压出来一个一个来，那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假设将这些积木比喻为复杂有机分子，它们跟着彗星经由撞击来到地球，撒下孕育生命的部分元素。但这些积木到底如何拼凑组成地球上的生灵万物呢？ We can bring all the little bricks on Earth, and there's a lot of them, but we don't know how those bricks got together and started to make life on Earth. 如果穿梭宇宙间的彗星真能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为什么数千年前的古文明会视它为灾厄的象征？这道划破夜空璀璨的彗尾，则会沦为炎黄子孙口中的扫把星。生和死常是一体的两面。彗星它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天文生物学上讲，彗星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到处播种，然后在帮助各个那个行星系统产生生命。可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彗星到了地球上的时候，不是把恐龙灭绝了吗？
一颗兼具彗星与小行星特质的3200近地小行星，即将于2017年再次接近地球，引起天文学家慎重关切。它将为地球带来哪些威胁？丽江天文观测站的望远镜正密切锁定这颗天体，一场地球保卫战正悄悄展开。